就在美国攻击核潜艇停靠韩国朝鲜半岛风云诡异的这个敏感时间点上啊，一名美国士兵越界进入了朝鲜。这事呢，无疑让美国感到恼火。但是朝鲜如何处理这件事更值得关注，这能反映出朝鲜对半岛局势的判断。欢迎来到张明观察。据环球网消息啊，一名美国士兵特拉维斯金在参加板门店旅行团的时候越界进入了朝鲜。据称啊，他呢一进入朝鲜就哈哈哈的大笑了3声，然后进入建筑物就消失了。看起来呢不太像是误走，而是有计划的投奔。这名士兵早在4月份的时候，因为纪律问题被美国给处分了，要遣送回美国。但是他在遣送的过程中啊，他在机场都进了安检，然后他又跑了，就消失了，然后就加入了一个去板门店的旅行团，然后就进入到朝鲜了啊。这件事呢是直接惊动了美国国防部长和白宫啊，很快他们就分别公开做了通报，称特拉维斯金是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故意越过军事分界线进入朝鲜。美军呢正在与朝鲜军方的对应部门合作解决这一件事情。朝鲜半岛的那场战争，就是朝鲜战争，到现在都还没有结束呢，就在目前也只是一个休战或者说暂停的一个状态。那么近期半岛局势是高度紧张，美国又在这边试图挑起冲突他在这边强力的去加码，把这个地方的危险局势给它升级。那么现在跑过去呢，又是一名美国的现役军人，那么到底这件事怎么定性，这就是一个问题了。从上个世纪50年代至今美国军人去投靠朝鲜的事情也不少。有人呢跑过去之后，在那边就定居了，而且还有了工作。你比如说，在朝鲜的这个当起了演员，去演美国的军人这些事儿让美国觉得挺没有面子的。不过面子呢倒不是很重要的，这一次事件那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面子问题了。尹锡悦政府现在采取了极端亲美的政策，这无疑给朝鲜半岛陡增危险的因素。你看，连美国的攻击核潜艇都停靠韩国了，那对朝鲜来说呢，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安全威胁。朝鲜也正在敏锐地判断地区的形势变化。那现在突发这么一个事情，美国和朝鲜该怎么应对，那就值得关注了。首先，这事它该怎么定性是算美军叛逃呢，还是算投奔和投诚呢？第二一点美国和朝鲜他们通过什么样的渠道、什么样的部门和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事情呢？这能看出双方是否存在着机制性的沟通与合作的机制如何去处理这类的突发事件。第三，按照美国的说法上一次那个试图通过板门店叛逃去朝鲜的美国人，美国称之为叛逃那个试图叛逃那个美国人那被朝鲜那边拒绝，并且给遣返回来了。那么这一次会怎么处理呢？是拒绝还是遣返呢？是高调呢，还是低调的来处理呢？那可以看出朝鲜对美国的态度，以及对地区走势的一个判断，也间接可以看出朝鲜在美国、俄罗斯以及我们之间做什么样的平衡和选择。第四，就在这名美国士兵越界进入朝鲜之后，这个突发事件发生之后，朝鲜方面又发射了2枚导弹。那么是不是和这件事是有一定的关联呢？这个也值得关注一下。整体上来说朝鲜对地缘政治的敏感度以及对历史的严峻性的理解远远高于韩国。那么这次突发事件如何解决，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